有，这个漏掉，有，这个漏掉，是不是会被打？嗨，大家好，我是 ET Alan 田。如果还没有看过上集的话，影片连结在你们的右上角。今天我主要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上网络课程的内心的一些感受，以及我是如何用这一些设备来缴交作业。其实我上主修课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用我的笔电，然后跟乐器而已，我没有另外再加麦克风。但其实说实在的，老师是有说音质是有差，所以他有建议我要再去买一个麦克风，然后接到我的电脑里面。但我们学校还有一堂课就是室内乐，然后我是被分配到萨克斯风的4重奏。一开始我都是用手机录音，然后寄给老师跟同学。但后来有一天，他们就问我说：“你是用什么东西去录音的？”我说用手机。他们说难怪那个音准跟音质真的有被压缩的感觉，因为他们有让我用电脑来操作。我说可是怎么办？我不会用电脑，因为我是3C 真的有障碍。结果同学就稍微教我怎么用。另外一位同学也有跟我讲说，学校有一个部门去预约时间，他会教你怎么使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好处是，它不会让我们没有人教。我们也有一堂课是负责教我们怎么样去剪辑录音。说实在的，我觉得有一点小困难，但是只要肯学，其实都是还好。所以当我在录4重奏的时候，其实我至少每一次都需要花2个小时。而我们的曲目是巴哈的赋格，大家读音乐的应该都知道赋格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棒，多么的美妙。一开始我们其实有遇到很多的小障碍，就是我们就在讨论说，那我们是应该要谁先录吗？还是有办法同时大家一起上课的时候吹吗？不行，这样子时间会有 delay， 因为网络的关系。那还是说我先录好，你听我的录？那这样要节拍器吗？就是大家会有这一些问题。最后我们商量出一个好的方式是，老师有先帮我们把拍点录一个音档给我们，第一个人听音档边吹，然后把这2个 mix 在一起丢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会听前一个人的音档加上节拍器，然后自己再录一轨，变成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使用电脑来进行混音，跟把2轨分开，2轨并在一起。这对我来讲，我其实学了蛮久的。刚好我表姐是在录 podcast， 所以她有借我一些设备，然后顺便教我怎么使用，帮我减去了不少的理解的时间。刚刚有说到我们的曲目是巴哈的赋格，我们总共有录2个乐章。到第2个乐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当有一个人他的速度可能慢下来的时候，这时候节拍器是对的哦，那你应该是要对节拍器，还是要听慢下来那一个人？其实我们有一堂课，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现场演奏4重奏的话，我们一定会呼吸给 Q 点。但是因为我们是用听节拍器跟听大家吹的，老师有说，每个人对于音乐呈现的感受不一样，对于线条的长度也不一样。这一些都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讨论。4分音符要吹多长，要吹多圆滑，还是要断得多干净，这些都要讲。因为不讲的话，真的是4个人吹出4种不同风格的音乐。这一个太圆滑，这个太短，听起来就不是同一首曲子，同一种风格。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网络课程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其实每一次我只要到录音的时候，我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刚刚讲过，我至少每次都要2个小时。为什么要这么久？我就是要先把电脑打开，先确定麦克风的音有到电脑里面，然后再调这个轨道，调好音都 OK 之后，我吹的时候第一个音就错，重来一次。吹到大概中间第17个小节，天哪，这个音慢进，然后再停一次。当最后好不容易要结束的时候，倒数可能第3小节，我吹错音了。就是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我就压力很大，所以每一次进来都要先心理准备 ，OK。今天要2个小时以上，所以慢慢来，不要急。像每次录音的时候，我都是站到脚好酸，我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一直站着，然后来回。其实到后期，我有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吹奏能力不够好，录音经验也不够足，所以才要花这么久时间。于是我有问一些同学，我才发现原来我不孤单，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是有时候可能吹到快最后，结果他父母进来问他要不要吃晚餐，他快气死，因为他录了超多小时，我忘了他录几小时，反正很夸张，录超久。所以我觉得
还好不是只有我，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家都一样。至于我的主修课，因为我老师本身是德国人，所以基本上我们两个还是只能用英文来沟通。但是我英文也没有很好，所以很常有时候老师要叫我做的事情我听不懂，我就会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抓到重点，可以请你再讲一次吗？不过老师人很好，他都会再换另外一种方式讲。有时候我讲完一句话，老师会停还蛮多下，他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讲一次吗？我可能没有很懂你的意思。这时候我就不能跟他讲中文，因为他也听不懂，所以我只能说怎么样。然后老师就OK 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至于演奏上，我不得不承认是有进步的，但是还是有距离感，因为是透过荧幕看老师在演奏，老师的吹法，老师也是通过荧幕来教我们，然后找我们的问题点。所以其实第一堂课开始，他就一直在雕我的嘴型，这是好事，但是其实我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一件雕嘴型的事情，类似我们抽烟抽久了要戒烟非常难的概念。所以一个嘴型维持久了，你要去改变，其实是有难度，需要时间的。加上又是透过荧幕，然后有时候老师讲的我可能真的听不懂，我就说老师你的意思是这样吗？进步的空间确实还是有限的，毕竟没有办法像实体一样马上看到马上雕。以新生来讲的话，至少我本人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老师当面见面，需要比较多时间去磨合，以及去理解他在讲什么。加上我又是国际生，所以比起可能已经是大2、大3的学生，他们跟老师视讯，可能反而觉得OK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或许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现在进入的第1学期会有一点不适应，应该是正常的吧。而且我觉得透过荧幕，包括和同学好了，其实根本不知道同学长得高矮胖瘦，因为大家都只有一个脸在镜头上，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像是网友一样。亚洲的学生都会被分配在同一班的原因是我们有一堂课叫做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第2母语是英文的人，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其他美国籍的同学，因为像有一堂木管研究的课是凌晨2点的课，我撑不到那时候2点开始，然后上1个小时20还是40分钟，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看录影带，跟同学的距离又拉得更远。如果没有同学私底下联络方式上是没有办法交朋友的，而且很难啊，真的很难，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但是呢，像我有一堂课的功课不会，就是我上一节有提到的重修的音乐理论，因为我就问我以前读真理大学的朋友，他就马上教我要怎么写。包括我现在有一个台南的同学，他也是理论大神啊，我就会问他，然后他就也很好的教我怎么写，帮我改我作业错的地方。还有一个，我现在是感谢大会嘛，最后一个还有我读台艺的朋友，他也是二话不说，看到我传问题，马上打电话过来，我跟你讲现在怎么样，你开视讯，好，你有看到第1题，我算给你看，就是这样，大3嘛，大7嘛，然后就这样子教我，所以我真的很幸运，也很感谢能够有这一些好的同学们来帮助我，不然真的撑不过这学期。其实慢慢的课程到可能第3、第4周，我已经临近快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我已经有一点点小忧郁症的倾向了，就是任何一件小事情我都会想要哭。例如说，我有一天跟我爸聊天，我就说我好想要有爷爷哦，因为我爷爷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我就觉得天哪，这种小事情为什么我讲了我就会想哭？最让我吓到的是有一天原本要跟家人出去吃饭，结果我就在车上。我就真的只是眼睛看一下车顶，然后再看下去的瞬间，不到1秒，我的眼泪就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不知道，可能真的是压力太大，但是我自己不觉得。所以我真的那一段期间超忧郁，后来我就先回家。我回家之后，我以为我自己可能哭一下下就好了，没有，我就试着要去睡觉，我就哭了，真的2个小时还没有办法停，是哭到那种就是在啜泣的，我自己真的吓到，我很想让它停下来，但是没办法，我就哭了真的2个多小时，我整个好累，哭到好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再加上我还有跟家人的一些事情，所以让我觉得真的那一阵子我不知道我怎么了，甚至有一天严重到我3点还没有睡，我想说继续躺，没办法，我已经感受到我的胸口很痛，就是我已经能够感受那种痛跟闷，我就觉得不行再这样了，已经影响到我的身体了。所以我那时候到5点受不了，我就起来，我就拿了一张纸，
我就写为什么我最近会心情不好，跟我最近为什么会想哭的原因，我就画了2个大圈圈。第一个我就写网课，第二个我就写家人，然后我就开始分支出去，为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写完之后我就有睡意了，所以我大概6点多又跑回去躺了，才终于睡着。冷静之后就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在努力很累，加上我真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白天写作业、练乐器，晚上上课，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循环。所以我意识到人真的是群体动物，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太久。因为我从准备考研究所到现在，我真的是都是自己一个人练乐器，然后准备考试。至少这样子应该有1年多了吧，快2年吧。我数学一年，至少有1年半了。所以真的不能够太长这个样子。其实那一段最苦的时刻熬过来就比较好，因为你当下真的会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可能就会有人想说，那你为什么不讲出来，跟大家讲你的遇到的问题？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把一些负能量带给其他人，觉得自己能够吸收，自己能够消化，就把这一切解决。但到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承受不住，所以我才会这样大爆炸。其实网课会让人真的心跟身心俱疲，会让人很身心俱疲。不过到后来，我有一个蛮好的韩国同学，他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我，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不孤单，因为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他就告诉我他能够理解，而且他懂。其实那一刹那会觉得原来大家都一样，只是我们还是必须得这样子生活下去，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样。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状况，其实还是会很想哭，因为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然后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还是要靠自己。但是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只能坚持下去。虽然我父母常常就说，如果太累就真的不要读了，你如果真的觉得身体受不了，可是因为我的个性，我会觉得说不可以这样子轻易放弃。好不容易走这么长的路，就是要把它做好，要做就做好，不然就不要做。所以我觉得很辛苦，但是都熬过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回忆。好了，没有很好，我承认没有很好，但是至少是一个很大的成长。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同学在真的很重要。如果我现在人在美国，是大家一起崩溃，大家可以一起耍废，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出去玩。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不同国家嘛，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只能靠讯息来互相的勉励彼此。很庆幸我有遇到一些还蛮好的同学，像是有一个同学，他是武汉的同学，他在期末的最后一天突然传讯息给我，我吓一跳。他就说他很难过，因为他不能看到我了。我就说不要难过，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就觉得很温暖。那像前几天，今天是1月2号，然后他就在昨天就跟我说新年快乐，应该没有忘记他吧，希望我保持健康之类的，就觉得很暖心。以及我有一个韩国同学，他是我最大的力量，因为他很关心我，让我觉得我不是孤单的。像是有一堂课它是8点，但是我10点要考西洋音乐史的考试，但我有一个名词不懂它的意思，我就在8点的课问前一堂的老师说，老师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老师说好，他等一下会解释给我听。这时候我那个韩国同学超红，他马上拿起他的书，翻他的韩文笔记，然后打了好长的解释给我，而且他是打英文超厉害。我就觉得很感谢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刚好音乐史是不同班，但是他知道的他还是就是会帮助我。一直以来他都对我蛮照顾，我真的很幸运能够遇到这些很好的同学们。언니 감사합니다。那其实经历这一个学期对我来讲是非常漫长而且非常累的一个学期。在我忘记是11月还是10月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收到学校给我的，应该是 I-20 的表格，就是许可证，可以入境美国的一张单子，然后我要再去在台协会去办一些文件才能够去学校。但是我决定我下学期要休学，因为综合疫情的考量以及我的身心状况，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这么快的又继续回到网络课程这个方式，因为身体眼睛真的很酸很不舒服，脖子全身基本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尤其是我的脑袋所以我决定下学期休学。那我们学校的方式是
提供混合上课，但是基本上只有主修课可以去学校上课，所以我考量到如果我去美国，然后我又要再另外付房租，每天都关在家里，实在是太不符合那个成本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先休学。我也不想要在台湾继续一直看着荧幕，很累，真的很累。所以希望2021的今年疫情能够赶快有一些减缓，最好是直接消失，不然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近期这2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阵子在上网络课程的一些心得跟遇到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也有相关的网络课程经验，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一些你的趣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是怎么疏解压力，或者是你们上课的方式是多欢乐，或者是多无聊。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拜拜。老师用了还蛮好的麦克风，你还是会感到有距离感，就是隔着一个荧幕。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干嘛？网络课的一个缺点是，它没有办法让你有，要讲什么？怎么讲？怎么开头？怎么接到这边？哒哒哒哒哒。